清朝末年，朝廷腐败不堪，在洋人坚船利炮的逼迫之下，签订了无数屈辱条约。为了重振大清荣光，咸丰皇帝想要凭借老祖宗的智慧、风水玄学之法来摆脱衰落之运。传说当年努尔哈赤以13件盔甲夺得江山，所以上面承载着整个大清的气数。只要能把这13件盔甲重新埋于一个叫蜻蜓点水的上佳风水穴，那么便能延续清氏命脉，重振大清声威。为了实现这个目的，咸丰找来天监里的顶级风水师连豹山，让他主持风水改命的大计。不要小看这个平平无奇的男人，他跟朝廷里的那些酒囊饭袋有所不同，乃是一个拥有真本事的风水大师。当时的洋人在大清境内嚣张跋扈，甚至敢纵马越过朝廷一品大员的轿子，可事后官府却无人敢追究。连豹山只是略施小术，就把洋人治理得服服帖帖。因为广东13行的被焚毁，这个叫做罗伯臣的金毛狮王代表大英前来讨要说法。原本清朝大臣们还不以为然，聚在一起有说有笑。可当人高马大的罗伯臣一迈进门槛，大臣们顿时哑火牺牲。此时的大英如日中天，罗伯臣狗仗人势，竟然提出了1000万两白银的天价赔偿，并且还要再开设4、5个港口供给通商。心高气傲的爱新觉罗家族怎么能忍？可罗伯臣面对愤怒的大清丝毫不惧，转身便拿出大英的新型铁甲舰威胁他们，这就是弱国的悲哀。事后咸丰皇帝大怒不已，想他堂堂天朝上国，竟被一群蛮夷骑在头上，真是岂有此理。突然底下有个臣子发话了：洋人的坚船利炮厉害是不假，但我们有老祖宗的智慧呀，风水之术可截天机断龙脉，对付一个小小的蛮夷还不是手到擒来。咸丰一听有道理啊，于是立马去找钦天监里的连豹山。当时的男人正在后花园里现场教学，在徒弟们疑惑不解的目光中观察既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的天空。等到咸丰皇帝驾到，徒弟们都忙不迭地下跪参拜，连豹山的身体却丝毫不见动摇。皇帝手下在那里呵斥，男人却说今晚的天下事关大清兴衰，不能有丝毫差错。咸丰听了便坐在石凳上静静等待。很快乌云蔽月的天空开始变化，点点星辰快速移动，聚集成一颗闪亮的大星。连豹山大喜，这代表着大清气数未尽，还有恢复荣光的希望。皇帝听了龙颜大悦，随后便让他着手对付嚣张的大英使臣罗伯臣。对于连豹山来说，这就是小菜一碟。罗伯臣乃是大富大贵的富贵命，针对他就要先用最下贱的存在污其命格。连豹山派了一名女装太监勾引罗伯臣睡觉，我驚嚇親你啊，大人！第二天告诉对方真相，让他内心无比惊慌。随后在谈判的地方摆上数面铜镜，屏风之后安排上火枪手，人为造就一个大凶之局。等一位睡了男人而惶惶不安的罗伯臣受邀落座，此时便会针对他展开源源不断的攻势，让罗伯臣变得头晕目眩、胆战心惊，再也不复嚣张之色。就这样，原本1000万两白银的天价赔款，在风水大师鲍连山的谋划之下，变成区100两，属实是大大的给咸丰挣了一波脸面。也便是在这件事的影响之下，大清展开了用风水之术救国的100年大计。在皇帝后山有一座神秘的墓穴，里面并非埋葬着历代皇帝，而是埋葬着13件努尔哈赤起兵时的盔甲。在鲍连山的仔细查看之下，发现他们与大清的气数息息相关。之所以被洋人大肆欺辱，就是因为此地的风水遭到了破坏。如今的关键就是在于怎样找到传说中的蜻蜓点水宝穴。只要将13件盔甲埋在其中，大清就能千秋万载繁荣昌盛。可能改变王朝气运的地方，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有多珍贵。历朝历代的风水师都对其趋之若鹜。鲍连山虽然道行精深，还有皇帝支持，但这种地方也不是说找就能找的，天时地利缺一不可。最重要的还得有气运之子的存在。风水界里有个说法，大乱生大妖。每当王朝末世，天下大乱，便会有妖孽应运而生。在离京城不远的一个小镇子里，有位名叫何成的小伙，他天生非凡，能短暂预测未来。虽然此时还在家传神庙里混日子，但早就有了潜龙飞天的迹象。鲍连山带领弟子外出寻觅宝穴，巧之又巧的便来到了何崇所在的小镇。茫茫人海之中，老家伙一眼就盯上了小伙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但对方
方就是特别吸引人。晚上，连宝山开坛做法，施展风水秘术，探测八方。仪式进行到关键时刻，突然何虫追着一个小毛贼闯了进来。说来也是倒霉，小伙原本和暗恋对象一起喝下午茶，不知道哪里来的小毛贼跑了出来，夺过包袱就往山里跑。他堂堂的异能人士，哪能在女孩面前丢了面子？于是何虫拔腿就追，从下午追到傍晚，从傍晚追到天黑，一不留神就闯进了禁地。连宝山做事向来无比周全，早就在外面设了牌子，还派官兵分批巡逻，但架不住气运之子的好运，稀里糊涂就闯了进来。这小毛贼也并非泛泛之辈，闯进深山老林之后，借助地形直接干趴下了何虫。假以时日，未必不能闯出个道圣的名号。可好死不死的，小毛贼听见动静，往连宝山那边瞅了一眼。风水师的灵机敏锐无比，只是一眼就发现了这个外人。他们这可是关乎国运的秘密行动，被闲杂人等发现了还了得？于是连宝山一个眼神示意，小毛贼被格杀在当场。不远处昏迷的何虫随即也被发现，徒弟询问师傅要不要一起解决。连宝山却对这个小伙另眼相看，凭借他风水大师的直觉，顺着何虫的视线往远处一瞅，竟然发现了风水宝学的线索。手中寻龙杖指点天地，散发道道雷霆，果真龙气升腾。众徒弟纷纷上前贺喜，连宝山的脸上也是美滋滋。这小伙子还真是他的福星，于是大手一挥，便放过了这个幸运儿。等何虫的同伴前来把他叫醒，现场早已失去了他们踪迹。往后的日子里，连宝山便定居在了附近。此处人杰地灵，不仅是大清的龙脉所在，也是他姓连的发家之所。朝廷里的人都以为他无儿无女，沉迷风水玄术，其实男人有个亲生女儿被放在这里寄养。这天他坐着轿子赶路，偶然一瞥便看到了女儿画技。多年未见，连宝山有些不敢认识，听教上前搭话，看了熟悉的风水布局，才确定对方真的是自己女儿。但此时他只能假装伯父送去关心，根本不敢把真相和盘托出。风水之术让男人出人头地，但也正是因为此术，让父女的命格相克，碰在一起就会倒霉运。只有等画技成年之后，命格鱼跃龙门，再不可撼动，他们父女俩才能阖家团圆。算算日子也快了，等他帮大清续完命，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师地位。到时候把女儿接来，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虽说一直寄养在别人家里，但画技的风水修为可一点也没落下。女孩继承了连宝山的优良血脉，一身修为也是颇为不凡。在小镇子，想让哪家店铺兴旺就让哪家兴旺。何虫这个半路出家的异能人士，为此没少跟画技斗法。当然，这在连宝山眼里都不过是小打小闹罢了。看望完女儿之后，他便继续实施给大清续命的计划。众所周知，这种关乎王朝兴衰的大事，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。连宝山也不例外，没几天的功夫就被天理教找上了门。大清被洋人欺辱，层层压榨下去，还是底层百姓受苦，所以某些有志之士便聚集在一起，行那翻天覆地之举。连宝山这个为大清续命的忠臣，在天理教眼里自然就是个狗贼。趁着对方孤身一人，于老大带着手下就杀了上去。可不料这竟是陷阱，四周早就埋伏好了一群大内侍卫。连宝山一声令下，天理教的众人就被杀得片甲不留，只有武功高强的于老大勉强逃脱，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保住一命，解决了这些小虫子。连宝山带着徒弟开始施法，恰逢100年一遇的9星连珠，他准备引动9天龙气，灌注风水宝学。此举一成，足以为大清延续1000年。原本一切顺利，可就当进行到最后一步的时候，连宝山发现龙气竟然出现了泄漏。他掐指一算，算出要将此地所有的地下洞口堵住才行，包括井口也不例外。就当连宝山带着徒弟四处奔波的时候，气运之子何虫却感到了一股大恐怖。如果不加以阻止，整个小镇就会完蛋。他顶着神庙门口的大鼎，灵机一动，开始熬制东西。从此开始，时间就是生命。那么祸根在哪里呢？却说风水一道，想要精通很难，但学个半吊子害人很简单。小镇里面有个叫高明的家伙，为了报复情敌，在对方的祖坟下面动了手脚。可不料他学艺不精，伤敌1000，自损800，把自己也搞得中了毒。事后想要补救，很显然为时已晚。为了小命着想，高明请来了镇子里最强的风水师连宝山的女儿画技。要是他本事差点，或者本事跟他老爹一样强还好说，但偏偏画技的修为处于中间，能处理高明这
混球的破事，却看不到地底的大事。一锄头把毒烟放出来的同时，也把龙脉给挖穿了，这可就不得了了。连宝山刚把9天龙气引入地底，正准备将最后一处缺陷给补上，他女儿这么一动，滚滚龙气直冲云霄，使得风云变色，雷鸣不止。如果不加以阻止，很快就会把整个小镇炸上天。连宝山想要凭借一己之力镇压下去，随即便发现根本不可能。眼看就要完蛋，何崇拖着大鼎赶来了。连宝山看着大鼎里的金水，掐指一算就明白了一切，协助小伙将金水倒进井口，龙气果真被镇压住了。气运之子的不凡在此刻开始缓缓展露出来。连宝山对他也是万分欣赏，在确认了何崇身家清白之后，立马要带其进京，好好培养一番。乍一听此事，何崇很是高兴，毕竟进了京城，肯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可回过神来细细琢磨之后，何崇又升起了对家的贪恋。但连宝山可不是什么好说话的主，闻言大怒，以威势胁迫何崇。何崇无奈只能屈从。回去的路上，却倒霉的被板车撞倒。连宝山以为他装病，便前去查看。何崇趁此机会假装神灵附体，装疯卖傻，甚至把手插进油锅里，在路人画技的帮助之下，成功将连宝山哄了过去。事后，这对颇有渊源的男女正式成为了好兄弟，对以前互相斗法的事情道了歉，并约定明日一同赏花。可谁料男人一回老家，就被蹲点的连宝山给抓了现行。何崇那点小伎俩怎么能瞒住老谋深算的他？眼看何家父子这么不老实，徒弟提议当场将其斩首，但爱财心切的连宝山很显然不愿意。明面上他大发慈悲，以孝道允许了何崇的不上京，暗地里却依旧在琢磨拐骗小伙的办法。何崇是个老实人，听到后大喜过望，转身就去告诉了朋友们，却不料换来了暗恋之人的无情3连。他不爱你，他爱你，好兄弟，让他放弃对自己的幻想。何崇如遭晴天霹雳，连跟画技的约会都忘了。可怜的小丫头，好不容易心动一次，却输得如此彻底。莫慌，让你老爹教训他。那么到最后，何崇会跟连宝山上京吗？大清的风水续命之法又是否能够成功？别急，下期视频为您揭晓。